各位亲爱的同学，本次课我们介绍维生素与辅酶。维生素是维持机体正常生命活动，特别是维持人类和动物机体正常代谢不可缺少的一类小分子有机化合物。虽然机体对这类物质的需求量很少，但由于在人和动物体内不能合成某些种类的维生素，或者合成不足，必须从食物中获取。按照溶解性，维生素可以分为脂溶性和水溶性两类。脂溶性维生素包括维生素 A、D、E、K 等。水溶性维生素有维生素 B 族，其中包括维生素 B1、B2、B6、B12、维生素 PP、泛酸、生物素、叶酸等和维生素 C。维生素硫辛酸在氧化型是脂溶的，而还原型则是水溶的。那么维生素是如何参与代谢反应的呢？人们发现维生素可以作为酶的辅因子，形成辅酶或辅基参与代谢反应。第一种常见的辅酶是作为氧化还原酶类的辅因子，起到地氢体或地电子体的作用。比如在三磷酸甘油醛脱氢的反应中，维生素 PP 构成的辅酶 NAD 就起到了氢的载体的作用。第二种类型的维生素所形成的辅酶可作为基团转移酶的辅助因子，充当被转移基团的载体。如维生素 B6 所形成的磷酸吡多醛，在转氨基反应中作为氨基乙换的中间载体发挥作用。下面我们重点介绍基础生化课程中几种常见的参与代谢反应的维生素及其构成的辅酶。第一种，维生素 B1 构成脱羧辅酶。维生素 B1 又称为硫胺素，形成的辅酶称之为焦磷酸硫胺素 TPP。TPP 中的2号碳原子上的氢可以解离成质子，从而使2号碳原子变成负碳离子。负碳离子可以接受羧基，充当脱羧反应的羧基载体。第二种，由维生素 B2 所形成的黄素辅酶。维生素 B2 又称核黄素，在生物体内可以形成黄素单核苷酸 FMN 和黄素腺嘌呤2核苷酸 FAD 两种形式，二者的作用类似。核黄素中的1个氢环上的2个氮原子可以接收2个氢原子，形成还原态的黄素辅酶，而当脱去了氢原子之后，又转化为氧化型的黄素辅酶，因而黄素辅酶充当多种氧化还原酶的辅基。这是核黄素的分子结构。第三种，泛酸和辅酶 A。泛酸又称为变多酸，参与构成辅酶 A 的结构，其中贝塔球基乙胺上的球基可以与羱基形成流质，因而辅酶 A 在代谢反应中发挥羱基载体的作用。这就是辅酶 A 的分子结构。第四种，维生素 PP 和辅酶1、辅酶2。维生素 PP 包括尼克酸和尼克酰胺，也称之为烟酰胺，这是烟酰胺的分子结构。烟酰胺参与2种辅酶的构成，一种为烟酰胺腺嘌呤2核苷酸 NAD， 也称为辅酶1，另一种为烟酰胺腺嘌呤2核苷酸磷酸 NADP， 也称为辅酶2。二者功能类似，其中烟酰胺分子中的氮原子可以接收2个电子和1个质子后，形成还原态的辅酶 NAD 氢或 NADP 氢，因而二者作为多种氧化还原酶的辅酶，在代谢反应中充当地氢体的作用。第五种，维生素 B6 和磷酸吡多醛。由维生素 B6 构成的磷酸吡多醛，其醛基
接受了氨基之后变成磷酸吡哚胺，是转氨基反应、脱缩和消旋作用的辅酶。第6种，生物素，它是由带有物酸侧链的赛酚与尿素所合成的骈环，这是生物素的分子结构。请大家注意，生物素分子中红色标注的氮原子。在反应中，二氧化碳分子首先与尿素环上的氮原子结合，形成羧基生物素，然后再将羧基转移给其他的底物，因而生物素在代谢反应中充当羧基载体的作用。最后一种，叶酸和四氢叶酸，在生物体内，四氢叶酸 THFA 中的第5号和第10号氮原子可以连接不同种类的一碳基团，这是四氢叶酸的分子结构。四氢叶酸中的氮5和氮10可以分别与甲基、甲川基、亚甲基、甲酰基相连，充当一碳基团的载体，参与诸如嘌呤、嘧啶核苷酸的合成反应，对于生命反应不可或缺。以上就是我们介绍的几种常见的由维生素构成的辅因子及其作用机制。这次课程的内容就到这里，谢谢大家。